许家胆子挺大呀。这个气味，别害怕，我会娶你的。竟然与5年前那个男人身上的气味一模一样。你们顾家为了这1000万的聘礼，还真是煞费苦心啊！宁愿守着活寡，也要争着来提家。傅先生，你这样诅咒自己，很不好。你不会死，我也不会守活寡。或许我可以帮你。还会医术？刚才我摸了你的脉搏，你体内有一种毒素，是从母体带来的。如果不及时排除的话，不久就会下半身瘫痪，肌肉衰竭。是谁让你查的？作为你的替嫁新娘，我只想帮你。帮我对你有什么好处啊？实不相瞒，如果我不能留在这儿，我就会被送回精神病院。帮你，就是在帮我自己。某种程度上来说，我利用你。直觉告诉我，我并不是顾家的孩子。等查清5年前的事，说不定还会牵连出顾家更多的幕。知道少一个这么不会说话的，是什么下场？冲洗意味着什么？穿过永夜，化作火焰。靠，这怎么跟霸总剧本走向不一样？说好的10个霸总9个洁癖呢？他怎么不按套路出牌？怎么后悔了？出去！脉象好乱，糟了，别乱动，深呼吸。西周哥，感觉怎么样了？哎，顾小姐，我劝你最好不要碰他。西周哥从小厌女，女生碰他就会狂躁，还不知道一会儿会对你做出什么事情来。怎么可能？要知道，从前就算西周哥病发了，我碰了他，他都差点掐死我。住手！你在干嘛呢？治病。我从来没见过像你这样治病的。奶奶现在在医院里，西周哥要出了什么事情，我们谁也担不起这个责任。死了我赔。你管家，你还愣着干嘛？还不找人把他撵出去？来人！吴小姐，快放开二少爷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还有多少的时间，迷雾在蔓延，在虚伪的西周哥，你感觉？滚出去！明明刚才二哥能碰顾北生，厌女症不是好了吗？怎么到我这又不行了？如果头会自动是正常的，我只是暂时帮你压制住了毒素。没想到他真会医术。你的晕针不仅能对付我的蜘蛛，还能治病，是不是也能杀人啊？他只是对我起了疑心。二少说笑了，我的银针只用来救你。刚才用的力不小，他的手应该脱臼了，却还这么淡定自如，完全不像个千金小姐的性子。顾北生，你替嫁过来到底有什么目的？顾小姐，没想到您竟然真的能救二少爷，刚才多有得罪，抱歉。都出去吧。西周哥，我今天来是要告诉你，奶奶昏倒了，在医院里。你先去医院守着，我马上过来。嗯。顾小姐，我先带您去您的房间吧。好。来。
赶紧帮忙给我找一下小姑娘，我一定要好好的感谢她。要不是她呀，我今天都死在街上了。奶奶，你这刚醒，你别着急，就算你不跟我说，我也会主动找他当面感谢的啊。西周，你终于来了，奶奶有要紧事告诉你。奶奶，您身子骨本来就不好，怎么还能一个人单独出去呢？为了你一辈子的幸福，我得找大师去算一卦呀。这大师说了，这顾二小姐呀跟你不和，这顾家弄这替嫁这事儿啊，这明面上他就是嫌弃你。这次顾家的2个女儿给你倒贴，咱都不要。哼，你呀，现在立刻给我去退婚。江瑜，我的事情什么时候轮到你多嘴了？对不起，你凶他做什么？这替嫁之事你不告诉我，我迟早会知道。奶奶，您有什么话就直说吧。大师说了，他顾二小姐是个克夫的命，你呀 hold 不住她。这为了富家的儿孙满堂，你听奶奶的，就把婚给退了啊！奶奶呀会给顾二小姐去说的。现在最重要的是呀，奶奶呀给你相中了一个好姑娘，这次多亏了她，才捡回了奶奶这条老命。古人云呀，这救命之恩，以身相许，乃债孙长。你这要是不娶她呀，这就收不了场哦。正好，我也有此意。这就对了嘛，那个救我的小仙女啊，一看就是一个旺夫的脸。哎呀，也是奶奶梦中孙媳妇的脸。你小子呀，有福喽！是应该好好感谢，但做富太太这件事免谈。绝对不能让西周哥找到那个女人。你现在还在做什么？还不赶紧去找啊！听着，10分钟之内给我找到小仙女的全部资料。没那么快。哎呦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呀？你是在敷衍我吗？人家霸总3、5分钟就能找到自家小娇妻的全部资料，我给你了10分钟，你还不满意吗？奶奶，您眼睛不好，平时少看点小说。老夫人，现在找个人呢，最少也得3天。好啊，我就给你们3天时间。你在想什么啊？哦，我没想什么，我就想尽早找到他，好好当面感谢他呢。要让西周以身相许啊，这才算感谢他呢。奶奶，难道你真的看不出来我想嫁给西周哥吗？奶奶，听说顾夫人性格不太好，她的女儿会不会也比较难缠啊？最好让她主动离开比较好。那你有什么好法子？到时候你见了面呢，你就假装尖酸刻薄，扮演豪门恶奶奶，我就假装西周哥未来的媳妇儿，这样他不受待见，自然会离开。香雨，你在胡说什么啊？你呀是西周的妹妹，我的干孙女儿，什么媳妇儿不媳妇儿的，乱说，就是演戏呀也不成。奶奶，是我说错话了。好了，不说这事儿了，你呀人脉广，赶紧过去找找他去。好。是的，汇兴路，找到直接灭口，我付你3倍价钱。顾小姐，是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傅二少最近的发病频次高吗？1周大概会有1到2次。频率算是很高了，这病拖不得。顾小姐，您真的能治好我家少爷吗？我会尽全力而为，但是需要他的配合。顾小姐，傅爷请您过去一趟。傅老夫人应该快出院了，如果顾小姐能治好少爷的病，她一定会很开心。傅西周这个时候找我做什么？请。你知道傅二少找我什么事儿吗？顾小姐，您是替嫁来的，这件事情终归是顾家做的不够厚道。傅爷想跟您谈一谈退婚的事情，车子就在外面，请吧。去哪儿？顾家。
多亏你照顾我。应该的。停车！她就是那个提嫁过来的顾家二小姐。可能是吧，没看清楚。怎么了，奶奶？是我太着急了吗？怎么感觉顾北胜的背影和小仙女好像？没事儿。刚才和世清出去的是不是顾家二小姐？刚才世清来找顾小姐，说二少爷找她有事儿，就出去了。糟了，他一定是直接去找顾家退婚了。就他那性格，指不定要做出什么事来。去，给你二哥打电话，叫那个顾小姐到餐厅来。顾家虽然做事不漂亮，但傅家乃是大户人家，不能没有礼数。婚姻之事本应长辈出面，顾家固然有错在先，但傅家办事儿得有理有节，也不能让西周一个晚辈去说退婚的事儿。老夫人，昨天顾小姐……哎，叶叔啊，我这手机正好没电了啊，你去给他打个电话，就说老夫人有急事找他，地址等我手机有电再给他发过去。一会儿老夫人见到顾小姐，就知道她能治好二少爷的病，她老人家一定很高兴。喂，不是要谈退婚的事吗？怎么一言不发？他的头刚针灸过，不能再受撞击。眼睁睁淋湿生阳，嘴深深吞进谎言，手狠狠抓住边缘，有一念心却无数。抱歉，傅爷，刚才有个小孩子跑过去了。你没事吧？后脑勺有没有刺痛感？他是在紧张我。没有就好，你才针灸过，后脑勺不能受碰撞，否则会加重病情。傅先生，我们现在是直接回顾家退婚吗？好，知道了。掉头去一趟餐厅。是，傅爷。难道刚才那一抱，他改变主意了？奶奶要见你。奶奶又是想吃什么？听说这儿的大龙虾不错。好的，你呀，赶紧去打个电话催一下。我呢，去了洗手间。怎么样了？蒋小姐，我查了惠兴路的监控，通过人脸识别找到了你说的人，不过他一整天都跟二少在一起，没机会下手啊。怎么会这样？跟二哥一起的女生是顾家小姐，难道说顾家小姐就是救了奶奶的人？怎么天底下的好事都被这个捞女这个贱人占尽了？要是奶奶一会儿见到她，肯定高兴还来不及，怎么可能会再退婚？不行，绝对不能让奶奶见到顾北生。西周哥，你到哪儿了？还有半个小时到，别催。西周哥，奶奶说想单独见顾小姐，你让她先上去吧。几号包厢？22号包厢。知道了。22号包厢隔这里最远，在那里无论发生什么，奶奶都听不见。你给你二哥说是48号包间了吗？说清楚了，他说半个小时左右到。有小仙女的消息了没有？还没有。
一定少儿哥到了，我去接他。去开门去。顾小姐，奶奶等你很久了，进来吧。不是说22号包厢吗？怎么是18号？而且你看起我好像很惊讶的样子啊。不对，这个房间太安静了，不对劲，我不能冒险进去。隔壁18号房间有服务生进出，里面应该有客人，我就算走错房，也不会有人怪罪。看来22号包厢里如我所想，果然有猫腻。因为奶奶平时都在22号包厢吃饭，我说顺嘴了。进来吧。哟，小仙女，原来在家里看到的背影真的是她。上天保佑，多亏我一生行善积德，还没有酿成大祸。您是傅老夫人？傻孩子，什么老夫人长老夫人短的，你都和西周结婚了，你应该呀叫奶奶。奶奶，您怎么提前出院了呢？身子好些了吗？好了好了，这不是西周娶媳妇了吗？我呀想看他一眼的，没想到呀是你。之前呀你救了我，现在又嫁给了我的孙子，那真是缘分呐。奶奶，你不是说让顾小姐？什么顾小姐？这是你西周哥明媒正娶的妻子，你呀应该叫嫂子。嫂子，这就对了嘛。珊珊啊，我听管家说西周把你单独叫出去了，他没有对你说什么不好听的话吧？没有。那就好了，咱们以后呀就是自家人了。他如果以后再欺负你，你就告诉奶奶，奶奶呀是你收拾他。去给叶管家说，把生生的东西放到西周的房子。这已经是夫妻了嘛，就应该要有个夫妻的样子嘛，不能分房睡。奶奶，西周哥你是了解了，没有经过他同意，他会不高兴的吧？他有什么问题，你让他来找我来。顾北sơn，我绝对不会让你这么顺利留在傅家，走着瞧吧。这是找专业技术修复了的高清视频，的确是顾小姐救了老太太。依照老太太的意思，这婚怕是推不成了。先是替嫁，再救奶，一步一步真的只是巧合吗？上车，去哪？精神病院，查查他底细。是。老夫人，您回来了。西周这臭小子，让他在餐厅底下等着，他居然先走了。等他回来呀，我一定要好好的教训他。奶奶，您别生气，兴许是公司有什么重要的事呢。他再重要，有和生生入洞房重要吗？老夫人，您消消气儿，刚出院，别再气坏了身子。生生啊，委屈你了。不委屈大奶奶，真不委屈。这洞房还了得？叶管家，叫西周回来，到我房间来一趟。奶奶，我先扶您回房休息吧。生生啊，奶奶呀，一定会为你讨回公道的。真没事的。奶奶，您找我。小鱼，你先歇着吧啊。奶奶，这药你都得喝完，身体不适记得叫我。我让你好好的给我找一下我的救命恩人，你是不是没有用心啊？人家就在我们家里，
你都不知道。哎呦，害得我差点把你和小仙女的婚事给推了。哎，别转移话题哈。还有啊，要不是刚才叶管家告诉我，你是不是准备瞒着我，生生会治好你的病啊？奶奶，您不是说他克夫吗？呸！胡说八道！我原先找的那个老师傅啊，他道行不深，我呀又找人给你算了一卦。这个小仙女啊，她旺夫旺子，还能治好你的病。这不，她医术高明，最重要的是她心地善良。你能娶到这么好的姑娘，你就偷着乐吧。还有啊，那个老师傅还说了，你是个天煞孤星的命，他呀克你的杀气。你们俩呀天生的一对儿。哎呀，天煞孤星，那老师傅说的不就是您自己吗？哎呦，我疼死了！哎呦，疼死了！哎呀，我这腰给我摔的呀！西周啊，你也去歇着吧。不行了，我疼死了。还有啊，你给我轻手轻脚的啊，别把小仙女给我吵醒喽。奶奶这是执意要留下顾北生了，可恶！不行，我必须得想办法把他赶出去。少爷，叶管家已经把顾小姐送到您的房间去了，要我把她送回顾家吗？不用了。看父爷这表情，是要亲自送顾小姐走。看在你救了奶奶的份上，先好好睡一觉吧，明天再离开也不迟。他昨天没有回房间睡觉吗？喂，什么？许桂荣拿走了？我存在银行保险箱里的，他有什么能耐拿走？他是去精神病院给你开病历的时候取走的。我知道了，我会拿回来。把这团来找我，我会娶你回家对你负责任。我的好妈妈，要不是5年前你为了顾惜把我送进精神病院，我又怎么会生下一个死胎？你们欠我的，欠孩子的，我一定要你们一一给我还回来。还有那一眼，口口声声说要娶我对我负责的男人。二少夫人，老夫人让我请你过去一趟。好，我一会儿就过去。事出反常必有妖，家里来了新面孔，平日里背地藏的小心思也该浮出来了。需要我进去检查一下吗？不用，正好趁着这段时间在家，也该清理清理内务了。奶奶，您找我？哎呦，来，快来，坐奶奶跟前。奶奶，我给您把个脉，看您还需要吃什么药调理一下。这西周公司早上有事儿就离开了，这新婚之夜呀，他也没陪你。奶奶呀，给你说一声对不起喽。奶奶，您找我来就是这件事吗？那我不是想多看看你吗？没事的，奶奶，男人有事业心是好事。是不是西周这小子上辈子拯救了银河系，娶到你这么好的一个媳妇儿？哎呀，奶奶，您心脏不好，回头我给您研制一种中成药，
对您的心脏有好处。谢谢喽，不用客气。深深啊，你当初你就不害怕我讹你吗？奶奶，您忘了，我是一名医生，我能看得出来您是真的病了，而不是在装病，这是我作为医生的职责。我相信当时在场如果有其他的医生，也一定会出手相救，只是恰巧您是病人，所以对我产生了滤镜，从而喜欢我。这要是以前呀，也许是个滤镜，现在经过你这么一说，那也就不是了。要换做个人呐，又该吹彩虹屁喽。你呀，却把这些归根一个医生的责任，你真是一个聪明贤惠的好媳妇。但愿西周别辜负了你啊。奶奶，您好好休息，我去给您找药材。好。傅爷，暂时不需要送顾小姐回去了吗？她在给奶奶看病，而且奶奶已经很久没有这么开心了。傅二少应该是对顾小姐有好感的吧，所以想再观察一下。可是他自己好像不知道。内，仔细找一找。这个是蒋小姐母亲的遗物，丢了不得了。二少奶奶，蒋小姐王母的遗物丢了，是一条蓝宝石吊坠的项链，请问你有没有见到？没有。雕虫小技，既然要玩，那就陪你好好玩玩。怎么还没有找到吗？所有地方都找了，只有傅爷的房间没找。你的意思是，二少拿了蒋小姐的项链？我可没说是二少。哦，那就是说我偷了。我可没这么说，是你自己说的。荒唐！我们整个傅家都是我孙媳妇儿的，何况是一条项链，就是1000条、10000条，也入不了他的眼。原来这就是被亲人护着的感觉，真好，谢谢你奶奶。只能一条路走到黑了。对不起，老夫人，是我说错话了。只是这条项链对蒋小姐很重要，四处都找不到，又听了些蠢话，一着急才会问二少奶奶。是蠢话你还相信？奶奶，我这听江源这话里有话，一定有人背后嚼舌根，说二嫂坏话。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人揪出来，撵出去，好正一正宅子的风气，好还二嫂名声。看来最近宅子的管理变松了。哎，你说的有道理。你不是去公司了吗？今天怎么有空来管理宅子了？这小子莫非是在护媳妇儿？看来呀，也不是无药可救的。西周哥，是我没帮奶奶管好家里，我一定尽早查清楚，到底是谁在背后嚼舌根。如实说来，因为刚有佣人问二少奶奶有没有看到项链的时候，我看到她急忙往房间里走，就有人怀疑是有这回事。奶奶，二嫂不会是那样的人。不过说到底，二嫂也是第一天来傅家，佣人不了解她，所以才会有这样的误会。我相信她不会拿的，不如让人进去找一下。如果找不到的话，正好可以证明二嫂的为人，让大家当众给二嫂赔不是，以后就不会有这样的误会了。戏台子都搭好了，我这个主角怎么能不上场呢？好，就依你说的，去房间找。哎呦，瑟瑟，奶奶，正好，你去做个见证。只准你一个人进去。顾北生，奶奶都这么护着你了，还不知道收敛，
非要往圈套里钻。奶奶最讨厌手脚不干净的人，等找到赃物，一定会将你赶出去。叶管家，麻烦你找几包石墨粉屑，还有几卷大地胶过来。天哪，这项链居然真在傅爷的房间里！没想到二少奶奶是这样的人，听说她是乡下来替嫁的，改不掉自身的陋习，这样的人怎么配做我们的二少奶奶？杨宇，你二嫂肯定不会去偷你的东西的，这里面呀肯定有什么误会。这还是我认识的奶奶吗？喜欢顾北深到没有底线，赃物都找到了，居然还帮他说情。没关系的，项链找到就好。今天的事谁也不许说出去，谁要敢透露半个字，就收拾东西走人。行了，都去忙吧。站住！谁说东西在我房间找到就一定是我拿的？蒋小姐，你到底是想帮我，还是想坐实我手脚不干净的罪名？二嫂，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？现在是证据确凿，小小姐受了这么大的委屈都没有追究你，还委曲求全的帮你兜底，你怎么还反咬一口？你是她的狗吗？她还没着急说话，你倒急着咬人啊！二少奶奶，你这脸皮未免也太厚！给我住口！是二少奶奶先说蒋小姐的，二少奶奶顶嘴！生生，你拿这个东西做什么？奶奶，项链不是我拿的，我要拿出证据，揪出真正偷项链的人。要是我能拿出证据，证明有人陷害奶奶，您愿意帮我吗？那当然啦。这件事如果换作是我，奶奶不可能会这么信我吧？顾北深，凭什么你一来就抢走我所有的宠爱？我倒是要看看你能怎么自证。管家，麻烦把窗帘拉开。现在可以把胶布接起来了。这丫头太聪明了。生生啊，这怎么还多出一副脚印？奶奶，最重的那道脚印是蒋元刚刚进去时留下的，您再仔细看，是不是有一道一模一样的前脚印？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那这个江源儿是第一次进到房间了，他这么准确无误的找出项链。是的。完了，他会不会把我供出来？如果奶奶知道这是我策划的一切，被赶出去的人就是我。奶奶，奶奶，我一开始就说不是二嫂做的，果真有人栽赃陷害，差点误会二嫂，还好二嫂聪明，差点被人泼脏水。你还知道泼脏水啊？糟了，难道奶奶看出什么端倪了吗？我记得这个江源儿是你招进来的吧？生生，你呀，现在是傅家的女主人，发生了这件事情，你说该怎么办吧？偷东西、污蔑人，犯的全都是要抓进局子的罪，那就先赶出傅家，再秉公办理。还有，刚刚帮忙说话的佣人，一律解雇。好，利落，我喜欢。老夫人，我是一时糊涂，我知错了，我改。看在我傅家工作这么多年的份上，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你以为我老糊涂了吗你？我孙媳妇和你这孰轻孰重，我还用想吗？我当初就看你可怜，又父母离异，还有弟弟要养，所以我才打算聘用你。没想到我养虎为患，你差点害我误会二嫂。念你在平日勤奋的份上，我决定尽人道主义。你在狱中的时候，我会帮你照顾你的父母。把他给我拖出去！不要，老夫人，不要，放开我！二嫂，我刚刚拿项链的时候，我只想为了你的名声，赶快把事情压过去。我没想那么多。
从头到尾都是你在主导着事情走向，事发之后立刻找台阶下。茶艺大师啊，那就以茶敬茶。蒋小姐哪里的话，你丢了东西在我这里找到，还一心想着帮我拖底，我谢谢你还来不及呢，怎么忍心怪罪？二嫂，你误会我了，奶奶，我真的没想那么多。生生啊，你现在是傅家的女主人，也代表我，今后呀，再发生这种事，你直接把他赶出去，没有人会对你怎么样。奶奶这句话不仅是在为顾北生撑腰，也是故意说给我听的，都怪顾北生这个贱人，让奶奶怀疑我不会善罢甘休的。谢谢奶奶。观察下来，他的确是有聪明过人之处，暂且看一段时间，能治好奶奶的病是最好。傅家缺一个像你这样能打理的女主人，以后辛苦你了。你这是认可我啦？好了，我累了，我要回房休息了。哎，生生，你昨天晚上在沙发上睡的？早上起来忘记收沙发了，被奶奶发现了。不过呀，没关系，你毕竟和西周啊是包办婚姻，这感情上的事儿啊，还得要慢慢的培养。不过这个要睡沙发这个人嘛，要睡就一定要让他去睡。谢谢奶奶。奶奶，你现在越来越不像话了。我没有啊。咋的？你当我没看出来呀？外人没长脑子，你也没长脑子吗？你恨不得别人说你二嫂是个小偷。奶奶，我错了，奶奶，我是被江源给骗了，我一时恍惚，我以后不会了。行了，以后做事啊，一定要谨言慎行，你知道吗？小鱼，奶奶呀，希望你真的只是一时的恍惚，如果让我知道你从中作梗，就别怪奶奶对你心狠了。我记住了。这就对了嘛。香鱼，你要明白一点，西周是我们傅家的继承人，生生是他媳妇儿，现在都是女人当家，这生生以后就是咱傅家的女主人，你作为小姑子一定要敬她、爱她、帮衬她。奶奶年纪大了，总有一天会离开你的，不能保护你一辈子。将来总归是要给你找个好婆家的，让你有个好的归宿。可就是再好的归宿，也有不顺心的时候，是吧？这生生就是你的娘家人，是唯一能为你撑腰的娘家人。所以你今后千万不要做出出格的事儿。奶奶，你为我想了这么多，我相信你也是爱我的。就算你为我想那么多，但在你心里，顾北生还是比我重要。可我想要的不是这些，我不要别人为我撑腰，我要主宰自己的命运。只有没了顾北生，我才就是一家之主。行了行了，别哭了。奶奶呀，有件事儿很苦恼。什么事儿，奶奶？对于你二哥和你二嫂分房睡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那有可能西周哥不喜欢二嫂吧？生生这么好，他敢不喜欢？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，让他赶紧回来洞房。哼，他不洞房的话，我就扒了他的皮。奶奶，什么事？你个混账东西！你居然叫小仙女睡沙发，你越来越不像话了你！你听着，无论有多忙，还是有几百个亿的生意要谈，今晚务必回家，叫我3年包场2个。奶奶，这种事情太强人所难了。你强什么人，所什么难呐？你小子该不是不举故意的吧？
有您这样说亲孙子的吗？我只是怀疑她嫁过来有别的目的，打算和他退婚。你是不是得了被害妄想症了你？多好的姑娘呀！她救了你，还救了我。哪个目的不纯的人陪我们奶孙俩这瞎折腾？你简直是越来越不像话了！多好的媳妇儿啊，你还不知道珍惜？你现在赶紧给我死回来，给我洞房！傅西周，你会叫吗？这就对了。看样子不会。你这人真，是不是还能取人性命啊？兔子比起来还要咬人。傅二少是在做什么？保不准我……哎呦，这臭小子，平时看他挺会成人的，这怎么遇到媳妇儿就不会了？粗暴，有斯文。奶奶这是听着我叫的惨烈，还以为……既然你这么想留在傅家，以后就麒麟田，做好随时迎合我的准备。我知道你看我也挺不顺眼的，为了避免再有误会，我提议签份协议。什么协议啊？我可没打算踢个假，把静姐赔进去。先别急着冷脸，看看里面的内容。我知道你看我很不顺眼，你放心，我不会烦你的，而且还能配合你跟奶奶做戏，两全其美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按霸总剧本的走向，他不应该来句女人欲擒故纵玩得好，1年之后别来求我，然后签上龙飞凤舞的名字撂笔转身走人吗？这件事情以后不许再提了，做好你的二少夫人。什么意思啊？想跟我过一辈子？你想离开的话，时间合适，我自然会放你走啊。听说这几天在忙着给你吃药，等他治好了奶奶再说。真是个莫名其妙的人。有事啊？索安有位顾小姐。这跟你有关系吗？我听一个管家说，你本来是要去顾家退婚的。如果你实在不喜欢顾小姐，等奶奶过几天冷静下来，我帮你劝劝她。别多事。没关系，我相信不出明天，西周哥一定会亲自将顾北上那个贱人赶出去。毕竟西周哥最不喜欢别人带着目的接近他了。傅爷，找到当年二少奶奶为什么被送进精神病院的资料了。5岁被送到乡下寄养，18岁考上重点大学被接回，初恋是江连俊，突发精神疾病，伤了那位追求江连俊女孩的理，被送进精神病院。哦，补充资料显示，现在是傅家二少爷的已婚太太。这用你提醒啊。
我只是惊叹于那位国际黑客，他连二少奶奶5年前砍伤别人都能查出来，说不定真能找到那枚扳指的下落。你是相信顾北生为了一个男人能毁了一个女人的脸，还是说你相信他是个精神病？您的意思是，这份资料是假的？他只不过是让别人查到了他想给别人看的东西。昨天去二少奶奶住过的精神病院，什么都没查到，只能花1000万重金找国际黑客查，却没想到连国际黑客也查不到二少奶奶真实的一面。继续给我查。傅爷，你为什么要调查夫人的底细呢？你就没有怀疑过他替嫁到这儿来就没有别的目的吗？我只是想知道他到底想干什么。虽然他看起来不像是坏人，但还是要谨慎为主，越早弄清楚他越放心。可是少奶奶救了老太太，而且还抑制住了您的病症。听叶管家说，他最近还在为老太太制药护心脏，可谓是尽心尽力，没看出他有什么阴谋诡计啊。傅爷，莫非你有什么被害妄想症？滚！是。真的是我多疑吗？不可能，我的直觉从来不会出错。顾北生，你的身上一定有着不为人知的秘密，我会慢慢的挖出来。生生呀，辛苦你了。我听管家说，你一早醒来就到药房去制药。昨天晚上呀，你也剧烈运动了，现在呀就应该休息。奶奶，您心脏病不太稳定，越早吃药越好。你呀，真是有心了。所以说呀，西周娶了你，是我们傅家的福气。奶奶，这药呢，1日3颗，你先试试看，味道还习不习惯？我还以为中药呀都是苦巴巴的，没想到这吃到嘴里还挺甜的。我瞬间呀就感觉顺气儿多了，舒服也多了。二嫂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我只是不知道这种自制的中药吃了之后会不会有副作用。这是我精心研制的药，1日3颗，不会有任何副作用。哦，珊珊，这生老病死呀，都是常事儿。我呀，谢谢你对我的一片心，我给你写了一份儿。顾北生，你给奶奶吃什么了？二少奶奶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你最好解释清楚。你得先让我把脉，我才能了解情况。我检查过很多次，药不可能出问题，怎么会这样？这还用看吗？奶奶就是吃了你的药，突然这样的。你的意思是我的药有问题？我没这么说，我只是不想奶奶再有什么事情。诊断的事就交给别人来做。奶奶本来就有心脏病和高血压，这才高烧不退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奶奶，你可不能有事啊！奶奶，贾小姐，你也是学医的，也一直在调理老夫人的身体，她的情况你最清楚，你快想想办法救救老夫人。管家，医生来了，还有二少爷来了。奶奶，奶奶。二哥回的正是时候。李医生，你来的正好，快帮奶奶看看她怎么了。怎么样了？傅老夫人，这是中毒了。看来今天这事儿是冲着我来的。是正是正，怎么解？恐怕无力回天呐。奶奶就是吃了你做的药才变成这样的。你做的药方没有任何问题，不可能让奶奶中毒，也不可能无力回天。二少奶奶的话什么意思？是说我误诊，还是说我诅咒老夫人？作为一名医生，
你没有搞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就乱下棋，这是大忌，你清不清楚？你个黄毛丫头，你居然闭嘴！别当我就是奶奶。你今天要是能治好老夫人，我心服口服。从此我退出医学界，不再给人看诊。我不会让你这个恶毒的女人再碰奶奶。让他治。西周哥，奶奶就是吃了他制的药才变成这样的，你竟然帮他说话。的确是中毒的脉象，如果再晚几分钟治疗，就真的无力回天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奶奶吃第1颗也没有中毒反应，怎么多吃2颗就出事了？先排了毒再说。这种手法我也只是在一些古医书上看过，要有一定的水平跟自信才敢使用。关键时刻居然把病人身体里的毒都摆出来了。叶管家，麻烦你去厨房把药渣取过来。这红花具有温阳活血的作用，解血栓，对有心脏病的女性有一定治疗作用。但是这个量太大，会适得其反。看老夫人口味就行，应该是红花剂量问题。正好说明是你弄错剂量，差点害死奶奶。我没有蒋小姐吸毒，更不会蠢到自掘坟墓。如果想下毒，不会亲自给奶奶喂毒，然后等着被人指认。再说，红药剂量是毒，但仅仅1次，不可能导致奶奶中毒吐血。那老夫人为什么这次会吐血呢？那是因为在她吃药丸之前，就已经有人给她大量的投喂了含有红花的食，日积月累，才会在服下我的药丸后立刻毒发。这需要对药物格外了解，且有极强的耐心，才能完成这样的算计。好缜密的算计，好狠的。估计在听说我要制药开始，就已经在连续给奶奶喂食过红花。二少奶奶说的没错，从剂量来看，这次刚好累积到一定的剂量。叶管家，奶奶最近的餐饮是谁负责的？是蒋小姐。西周哥，你看着我干嘛？我怎么可能会害奶奶呢？刚才叶管家求你救奶奶时，我才想起来，蒋小姐是川南医学院的高材生吧？如果想要做手脚，是不是义务赞成？顾北蛇，你血口喷人！明明是你制的药，你还想诬赖我？够了！我现在没空跟你争，奶奶身体的毒还没有完全排干净。如果不想她再出什么意外的话，就都闭嘴。我不会再让你伤害奶奶。西周哥，我叫了救护车，你把奶奶送到医院就行了。奶奶从小把我们养大，要有什么事可怎么办？叶管家，把他给我绑起来，再多说一句扔去喂狗，让他知道这里谁才是女主人。当着家人这么多人的面这么绑我，我在傅家以后还怎么立足？为什么就这么相信顾北蛇？明明是他制的药，他才是那个坏人。现在送去医院恐怕已经来不及了，不如司马当活马医，看看二少奶奶的手法，或许还有一线生机啊。我现在给你2条路选：一，我立刻带奶奶到医院去，如果查出不是你要的问题，任何后果跟你无关。我选另一条。好，如果奶奶有什么闪失的话，你要一起陪葬。奶奶不会有闪失，奶奶是这个世上最真心待我的人，哪怕是死，也绝对不可能放弃最后的机会。这小姑娘真是有魄力，居然愿意赔上自己的性命去治傅老夫人，这救人的手法也是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的。
那医术居然已经这么高明了吗？奶奶如果醒了，凶手是我就显而易见了。奶奶死了，顾北生就得陪葬。所以，我的好奶奶，如果你真的爱我，要醒过来，我会去你坟前给你烧纸，孝敬你。你们快看，老夫人的手指动了。太好了，老夫人脱离生命危险了。福太太辛苦了。一会儿我开个药方，只要按时服药，就能把多余的毒素排出去。怎么可能？我可是下了必死的药剂啊！完了，剧本完了。敢问二少夫人是哪家医学院毕业？我刚才以貌取人，学识浅薄，认为老夫人无法可依。我会兑现承诺，主动退出医学界。知错能改，李医生有输得起的态度，相信以后就不会再犯。奶奶之后的调理还需要你们帮忙。这里有了你，就不需要我了。今后有用得上李某的地方，随时吩咐。西周，西周，奶奶，奶奶，奶奶，你没事真的太好了。奶奶，生生啊，你又救了我一次。刚才虽然我昏迷了，但是我不经意的听到你们在催话。你明明可以袖手旁观的，可你舍命也要坚持救我，你让我怎么感谢你呀？奶奶，你可别这么说，你没事，我比谁都开心。好孩子。奶奶，我扶你躺下，你需要休息。奶奶，闭嘴！闭嘴！离奶奶远点儿！西周哥，是我没看好奶奶，才让奶奶中毒的。以后奶奶吃的东西，我会严格的检查核验，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了。事到如今，你还想把罪名往我脑袋上抛？我没有说要的事情。刚才李医生不是跟管家说了，是由你负责的。我就是说我没看好食物，所以有人趁机动了手脚。我以后一定会严格注意，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了。你确定跟你毫无关系？我当然。好，我要你以王母的灵魂对天发誓，奶奶多摄入的红花不是你放的。若是你害了奶奶，你母亲的灵魂将永生不得安息。西周哥，奶奶从小带我，对我视如己出，我怎么会给奶奶下毒呢？既然不是，那就起誓吧。如果是我下毒害奶奶，我母群在九泉之下不得安宁。你还真是你母亲孝顺的好女儿啊！奶奶，你身体弱，我来伺候你。今后我的生活起居由生生照顾我，与你毫无相干。为什么奶奶？就连你也怀疑我在你食物里动了手脚吗？自从我跟你说生生要给我制药之后，你每天晚上给我送安神汤，可我觉得味道跟从前就不一样了。我以为你换了方子，我也就没多想。我没想到，江宇，你杀人诛心啊你！江宇，你我可是你奶奶呀，你就这么忍心下手吗？奶奶，你别哭，安神汤里真的只有安神的成分，我真的没有下药啊，奶奶。大家，刚才二少奶奶要看药渣，我就让人翻了垃圾箱的厨余，正好翻到昨晚安神汤的药渣。我虽不懂医，却也知道这就是红花。蒋小姐居然做出杀害老夫人的事，简直丧心病狂！亏我还一直尊重她，连二少奶奶的半根脚趾头都比不上。奶奶，我没有啊，奶奶。你以为你做的这件寒心事就这一件吗？奶奶，我没有做别的事情，就这一次，是因为我嫉妒你给顾北生的宠爱，所以猪油蒙了心。奶奶，我以后不会这样了，奶奶。你到现在都不承认，那我就一一给你说出来。
是我见生生的那天晚上，我无意中问了西周为什么没有一起来，是他告诉我是你让我单独见生生，而且报的是22号包厢。你一开始就没有打算让我见生生，这事儿啊，之后是我让西周去查的。22号包厢当晚确实有人进去了，是几个杀手，还没来得及告诉你。杀手？蒋瑜，我怀疑你一开始只是从中作梗，小打小闹，没想到你如此歹毒，难怪我忠告你，让你不要做出自毁前程的事情，而你无动于衷啊，不可救药。哎呦，你好让我失望哦。难怪当初我污蔑顾北生的时候，你没有生气，所以你早就料到一切都是我错。所以当时你跟我说的那番话之后，就故意让西周回来洞房，故意带我听他们洞房的声音，就是为了让我死心。那你一直都知道我喜欢西周哥，那是不是你早知道我派人暗杀顾北生？你怕是早就把我赶出去了，对吗？从今往后，我们傅家再无蒋瑜，我也没有你这个干孙女，我把你当亲孙女，你却想要我和孙媳妇的命。奶奶，您身体虚弱，不能动气的。生生啊，餐厅的事儿啊，我没有早早告诉你，让你受委屈了。奶奶，我理解您的，蒋瑜毕竟是您亲手带大的，您把她当亲孙女，自然会给她机会，而且您一直站在我这边，不委屈。谢谢你，顾北生。奶奶，我真的没想害死你啊！我是有解药的，我是想着去医院的路上，我就把解药给你，帮你排出来啊！奶奶，你是在怪我坏了你的计划，蒋瑜，你别忘了，我也是医生。奶奶刚才的情况加上她的基础病，根本无药可解。是谎言，就会有被拆穿的那天。西周，把他赶出去！从今往后，我不想见蒋了。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就想在傅家长大。我离你不要我就没有家了，奶奶，奶奶，你忍心吗？要是二少亲自动手，就是送你去地下室喂狗了。做了这样的事情，还敢想着留在傅家？快走吧！奶奶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不要赶我走。奶奶，你看我一眼。奶奶，您好好休息，我明天再来看您。别碰我！傅西周的厌女症到底是从何而来？听奶奶说过，她之前只是不怎么喜欢异性触碰，是在5年前的某一天突然加重，厌女到一定程度还会晕倒。5年前，在她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儿？天哪，该不会是少年纯情时期碰到坏女人了吧？被哪个女人给奸了吧？顾北生，你到底在想什么莫名其妙的？自己5年前的事情还没理清楚，还有空操心别人的事。傅先生真是害羞了，别忘了我是一名医生，触碰到病人是常有的事情。我再帮你按摩一下穴位，方便药物的吸收。10个霸总，10个红女，结果都是搞噱头人设，只有傅西周是真艳女。何况我就是不小心指尖碰到一点后背，平时见惯了她清冷阴晴不定的样子，这会儿看她乖乖的闭着眼睛，头发戴在额头上，竟然长得还不赖，像一只小奶狗。我是第一次疼。我在想什么？这一刻居然觉得她是5年前的那个女人，真是疯了。泡的差不多了，半小时后用清水冲一下就可以。我去看看奶奶睡得好不好。明天是我会面的日子，我要回去一趟，必须拿回那个男人留给我的信物。我跟你回去。
回门意味着承认我这个妻子了？也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，至少他应该不会再刁难我了吧？那就麻烦了。资料一无所获，或许能在顾家查到一些蛛丝马迹。顾北生，希望你来到傅家真的没什么目的，否则……终于啊，把这个只会给顾家丢脸的累赘这个小贱货给送走了，今后啊也落得个清净。妈，别这样说姐姐。你怎么还叫她姐姐？你忘了她刚回来的时候是怎么对你的？以后不许叫她姐姐。我只希望啊，傅家别发现她的过往，别到时候退货，咱们顾家的损失那可就大了。什么事怕被傅家知道？顾北生，你这个贱货，你才嫁给傅家二少爷啊，就和野男人来鬼混了，还敢带回来，你这是要害死我们吗？骂我就算了，连傅西周都一起骂，哼，这下就要看你们怎么收场。爸妈，这不是你们给我安排的新婚替嫁老公傅西周吗？怎么就成野男人了？傅二少不是个残疾丑八怪吗？可眼前的这个男人又高又帅，这怎么可能啊？早知道他是装的，我怎么可能便宜了顾北生那个精神病贱人？怎么说话口无遮拦的？还不快给傅二少端茶赔礼？原来是女婿呀，我还以为你们明天才来呢。哎，别站着了，快坐呀！坐。初次见面就叫我野男人，既然如此的话，看来岳父岳母这称呼也就免了吧。早就查到他小的时候不受宠，被送到了乡下的亲戚家寄养，没想到顾生华夫妇对他如此苛刻，也难怪他愿意代替妹妹嫁给我。不是这个意思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。二少，我爸妈不是这个意思，他是害怕姐姐做出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来，所以才……心雨，我的老婆轮得到你来指手画脚吗？这就是传说中的该动手就绝不逼逼吗？他这是在护着我吗？这种感觉竟然还不错。女儿结婚，这房子里连一张红喜字都没贴，怎么是对这桩婚姻不满意，还是对我不满意啊？傅二少，你看这话说的，其实我们对生生还是挺在意的，只是姐夫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爸妈是舍不得姐姐出嫁，所以才不想那么张扬，以免以后想起来就会觉得难过。对，看来刚才那一巴掌打轻了。傅西周是哪根弦搭错了吗？他是戒过毒吗？要知道一般的男人看到我这副脸，早就信任得一塌糊涂，他怎么不吃这一套啊？我听说你们给我送来的新婚妻子，以前因为私生活不检点，被你们送到精神病院了。这是之前和师兄去精神病院，听到了有人在背后议论顾北生，但是说什么没听清楚。完了，他这是为了替嫁这件事儿来兴师问罪了。我就说他怎么会那么好心陪我回门，还天真的以为他是承认我这个妻子了。现在听这语气是来退婚的吧？没有的事儿，我们顾家也是有门风的。北生啊，从小就洁身自好，都是那些嫉妒我们两家联姻的那些人啊，在后边乱嚼舌根，你不要相信。确定是这样子？确定是这样，因为北生是我的女儿，我最了解，她连恋爱都没谈过，哪来的什么私生活混乱呢？那就是你们无缘无故恶意送到精神病院的。这个男人还真是捉摸不透，怎么又感觉是来帮我出气的？不管他要做什么，一会儿找机会把扳指要回来。这个傅西周就是故意来找茬的，怎么回答都不对。如果说是顾北生不干净，他一定会责怪我们将一个不干净的女人送过去冲洗，那顾家就大祸临头了。生生，你以前是不是经常睡不着觉、失眠，这样爸爸才把你送到医院去
去治这个神经的，对不对？以前的事我不记得了，今天我也不想浪费你们的时间。我这次回来是想拿回属于我的东西，给我。反正他来找我，会娶你回家，对你负责的。想让妹妹走光啊？这不是我5年前给那个姑娘的信物吗？怎么会在她的脖子上？富家二少看心雨的眼神好像有点不一样，说不定他就是不满替价才来找茬。那既然他不是残疾，还长得不错，那就把心雨换回去。珊珊呀，心雨是你姐妹哈，哎，咱们不能让富二少看笑话，对吧？有什么事儿啊，你们姐妹俩私底下说。心雨，你呢，这就跟你姐姐啊一起到富家住2天，然后呢，要是富二少有什么欺负你姐姐的，哎，跟我说，我来帮你们撑腰。哎，对对，富二少，你看我们还是很在意生生的嘛。等我到了富家，有机会接触二少，说不定就能夺回属于原本我的位子。好，我会好好照顾姐姐的。你现在跟我回去富家，不用收拾东西了，现在立刻走。既然知道了扳指的位置，当着他的面的确不好用，先盯着他，等回到富家再找机会去拿。我不信傅西周看到我这么漂亮会不喜欢我。这桩婚事本来就是属于我的，只是借给顾北生几天，该还了。谁啊？没想到这么快就把傅西周迷倒在我的石榴裙下。姐夫，你快进来吧。姐夫，你这么晚过来找我，什么事儿？要是被姐姐看到的话……扳指，拿过来我看看。他要这个做什么？难不成他知道这个扳指是谁的？这的确是我给那个姑娘的信物。这是谁给你的？扳指是5年前顾北生和我给他安排的一个60多岁的老头子发生关系后带回来的。难道傅西周认识那个老头？扳指是谁的呢？看他比较在意的样子，应该是很好的关系。万一是他爹，我就冒认；要是能直接做顾北生的后妈，也是好的。反正我能有理由接近傅西周就行。是一个很重要的人交给我的。那个人是谁啊？我不记得了。5年前姐姐发病的时候伤害过我，所以那段记忆就有些零碎。对了，姐夫，你怎么认识这个扳指啊？还是说这本来就是你的东西啊？以他这样恬不知耻的性格，还是要谨慎起见。为防止被冒认，我不能先承认，要套出更多的线索和性格。我承认这是我的，他一定会冒认。想要从他这里套出更多的线索就难了。我不相信5年前的女人会随便主动勾搭人。这个扳指是我一个朋友的随身之物，他托我找过。那个女人绝对不可能是他，这中间一定藏着其他的事情。姐夫，那你能不能带我去见见你那个朋友啊？兴许我见到他，我就能想起来什么。我来安排时间，叫他过来。谢谢姐夫。顾北生，你很快就能和那个男人见面了，别怪我把你5年前做的龌龊事都给抖出来，要怪就怪你抢了我的男人。他怎么会单独去见顾心雨？把扳指还给我。急什么？你不过是想用这个信物去找5年前和你睡了的男人。傅二少答应过我，会把他带到傅家，你们很快就能见面了。什么意思？我也没想过，居然会那么巧。傅西周和这枚扳指的主人居然是朋友。你是说，刚才傅西周来找你询问为什么扳指在你手上？虽然你都已经看见了，我也没必要再瞒你了。对了，
我听傅西周说，他的朋友好像也在找你啊，真是没想到啊！你们两个只是睡了一晚，这5年居然都想找到对方，都那么挂念啊！我的好姐姐，你可能还不知道吧？5年前我给你安排的可是一个60多岁的糟老头子，你们很快就要见面了，你期待吗？我也是第一次弄疼你了，抱歉。不可能，那个男人的声音很低沉，在形式上也很青涩，应该是个年轻男人，绝不可能是老人。既然你们两个都已经睡出感情来了，我自然是不会做棒打鸳鸯的事情。等傅西周把那个老头带过来，我自然就会把扳指还给你。我倒是很期待傅西周要是知道了你5年前的秘密，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啊？姐姐，你是不是也很期待啊？打我！你怎么敢？打你就打吧，还需要理由吗？都死到临头了，还敢这么嚣张？蠢货！我是顾家的大小姐，我跟顾家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你以为傅西周不会追究替嫁的事情，还在想着要嫁给傅西周？5年前的事情，迟早都会公之于众。5年前我就死过一次，死我都不怕。你以为我会怕傅西周知道我过去的事情？你只不过是嘴硬罢了。揭开5年前丑陋的过去，成为众矢之的。你怎么想不重要？记住你说过的话，等他朋友来了，把扳指还给我，一切回到原点。顾北山，我们走着瞧。只要你和老头的事情被搬上台面，傅西周一定会重新接纳我的。傅爷，扳指现世了，原来你的怀疑真的没有错，他真的没有死。我们终于找到他了，这下小少爷是不是就……不是？可是他脖子上的扳指，不就是当年你留给小少爷母亲的信物吗？怎么会不是呢？直觉，他不可能是我要找的人。最近给我盯着顾新宇，他一定和当年的事情有关系。还有二少奶奶也盯着点儿，她是顾新宇的姐姐，应该会知道点什么。知道了，小少爷如果知道自己的母亲没有死，他的自闭症一定会好起来的。二少奶奶、顾小姐，二少让我特意请你们在此候着。姐夫没说是为了什么事来的吗？是二少的一个朋友来了。一定是5年前和顾北生发生关系的老头来了。顾北生，你就等着身败名裂吧。姐姐，你刚才说话不是很嚣张吗？怎么害怕了呀？你只需要记住你说过的话。陆景琛，这怎么可能呢？他可是冰城唯一能与傅西周平起平坐的陆氏继承人，怎么会是他？明明我当年安排的是一个60多岁的老头才对，到底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？5年来，害我水深火热的人，就是他吗？顾北生不过是我妈捡回来孤儿，一个野种，先和陆景琛有过露水情缘，又嫁给傅西周。他怎么配啊？不行，我绝对不能让他们相认。好奇怪，怎么看到他的眉眼，总觉得在哪里见过，心脏还有些发酸，这种感觉是从前从来没有过的。我们是不是在哪见的？傅太太，我跟你没见过，别用那样的眼神看着。抱歉。姐姐，你从小就在山里面长大，怎么可能会见过陆先生呢？啊，不过啊，这么说来也不奇怪，说不定你是在电视上或者是在杂志上见过陆先生，所以啊，潜意识的就以为你认识他。西周刚刚提醒过，说他这个小姨子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倒也没想过会坏着当着众人的面贬低他亲姐姐。安着呢。
一定是那个蠢老头为了骗我钱，才谎称是班成了。如果扳指是入境称的，他也不比傅西周差，倒不如转移目标。陆先生，这个扳指真的是你的吗？我的扳指你是怎么得到的？是从别人那拿的，还是偷的？你最好给我解释清楚，为什么我的扳指会出现在你这里？真的是他的。这个扳指是……我不想再多说一遍，你给我解释清楚，为什么在你这儿？扳指真的是他的，可为什么我无论如何都无法将他的脸带入到那个夜晚？可若真的是他，他又怎么好意思问这样的话？陆先生不必激动，我想全冰城应该没有人敢偷您的东西。与其追问别人，倒不如自己说说，是在什么地方、什么时候丢的扳指？地点是酒店，时间是中秋节。中秋，的确是他。那么此刻在他眼里，顾新宇就是中秋当晚和他发生关系的女人。他明明什么都知道，凭什么一副受害者的态度？当初说拿着信物找他，他会娶我，对我负责，不是床上骗人的鬼话吗？顾新宇，陆先生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，你好好想想这扳指到底是什么。等陆先生视讯带亲就完了。这个关系到你顾家的命运。他似乎有些反常。好你个顾北山，你故意的吧？陆景深这态度分明就是不相信我，难道只能按原计划说明真相？扳指是顾北深的吗？不，我绝不会把这么好嫁入豪门的机会拱手让人。或许陆景深是在试探，只要我一口咬定是他5年前给我的，他也只能对我负责。陆先生，你不记得了吗？这个扳指是5年前你……二少，妈，你怎么来了？没看到我正在办大事吗？这件事交给你。还好关键时刻赶来了，如果新宇真的冒人，顾家就大祸临头了。二少，陆少，说起扳指这件事儿呢，还得怪我。怪你呀？新宇啊，事到如今，这件事儿就不要再瞒着大家了。到底是什么情况呀？为什么所有的事情都与我想象中的发展背道而驰？有意思，难不成真打算说出5年前他们的恶行了？妈，你这是想……妈知道你跟文素素感情很好，但是你也要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啊！你怎么能瞒得住这些大人物呢？文素素，文素素是谁？妈，你这是想……别说了，我知道了，你不想说。5年前，文素素呢，被人迷晕了，莫名其妙的就失了身，她意外怀孕，难产而死了。这件事儿啊，你心里怨恨那个伤害她的男人，一直在查是谁伤害了她，想要替她报仇，不是吗？妈知道他在死之前把这个扳指给你了，你觉得他太可怜了，就一心想着替他报仇，但是你怎么能斗得过陆先生啊？事到如今啊，我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你帮朋友来跳入火坑的呀！所以我就不得不说出真相了。我的好妈妈，你为了顾新宇真是煞费苦心，凭着3寸不烂之舌，在危险来临前带他及时抽身，顺便再帮他立一个有情有义的人设。要是我在生孩子的时候，你也能这般为我的孩子是不是就不会死了？他怎么了？陆先生，素素是新宇的好姐妹，她亲眼目睹素素难产死了，一心想要替她报仇呢。可是没想到这个扳指是您的，现在她已经物归原主了。如果你记得5年前那个晚上
那个女生的话，你就去她坟前烧一炷香吧。你的意思是，扳指是文素素送给你们的？是她临死之前给我的。搞不懂她到底在干什么，差一点我就能成为陆太太了。可话说到这个份上，口径不一致，只会死得更惨。陆先生，现在您知道5年前那个晚上是谁和你在一起了？我可以把金宇带回家了吧？稍等，我有说过5年前那个男人是我。没说错，这个扳指是中秋节早上丢的，而5年前我在开会，也不知道是哪个小可爱拿了我的扳指，做这么多事情。原来那天晚上跟顾北生发生关系的人根本就不是陆金生，好险！要不是我妈来得及时，差一点就冒认了。要是说出来，岂不是失了清白，还丢尽颜面？没想到半路杀出个陆景生来，害我破坏了原本的计划。如果再说这个扳指是顾北生的，傅西周肯定会踹了这个不干净的女人，但也会追究我的欺骗，只能认栽。既然文素素对你那么重要，那你就不想知道5年前跟他发生关系的人到底是何方？就算不是他，那到底也得借此机会问清楚到底是谁。原来如此啊，差点误会陆先生了。慢着，二少爷，还有什么事吗？文素素是你的好姐妹，是啊，是啊。如果她还活着，今年多大了？难道他怀疑我说谎了？22岁。那个二少爷，要是没什么其他问题的话，我们先走了哈。叶管家，以后不要什么人都放进来。傅家又不是菜市场。是，徐女士，今后没有二少同意，不能再踏进傅家半步。要是心雨嫁过来，叶管家见我不知多客气，至于像现在敢死的去干我吗？还有顾北生，只不过是心雨的替身罢了。这个贱蹄子，攀上豪门，连妈都不要了，到底不是亲生的，骨子里就是养不熟的坏种。他们俩都是天之骄子，人中之龙，怎么那么轻易就相信了许慧荣的鬼话？还是说真有文素素这个人的存在？你觉得你母亲跟你妹妹说的话是真的吗？既然二少不信，为什么要放他们走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晋琛的扳指刚丢了不久，你就进医院了。是这样，有什么问题吗？你应该也认识文素素吧？不认识，顾新宇的事我不清楚，他们也不会让我知情。没其他事，我先去药房了。这张脸的确是第一次见，可为什么就是觉得很熟悉，还那么真实？这已经是他第2次用这样的眼神看晋琛了。扳指已经拿到手了，接下来怎么处置？不干净的话就扔掉吧。可是我记得当年某人可是一眼相中他，而且还爱不释手。丢了。哦，对了，刚刚你太太的问题我也想问，既然你不相信他们，为什么要放他们走？顾新宇的母亲是有备而来的，逼得太紧的话只会适得其反，而且当年我查的线索也表明了文素素就是那女孩。那既然你也确定是她，那真的有查下去的必要吗？扳指不在她的手上，我也不敢确定。孩子和你的 DNA 结果检测不是父子关系吗？我是孩子的父亲，不代表孩子的母亲一定是文素素。尸体被火化了，家里的亲人也找不到，没办法做鉴定。那如果许慧荣没有撒谎的话，文素素确实就是5年前那个女生。顾新宇的眼神不对劲，
他一定知道5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我们现在只需要等着他们狐狸尾巴露出来就行。明天是你妹妹的忌日，今天就不留你在自家吃饭了。替我给她上一炷香。不知不觉，20年也过去了。如果她还活着的话，她应该像你太太那样大了。如果她还活着的话，你们也应该履行娃娃亲，我也应该会是一个特别好的舅舅。别总活在过去了，你妹妹也不希望看到你为了她活得这么消沉。女士，你赶紧回去一趟。你先是抢了你妹妹的男人，现在又想利用她找出5年前跟你睡的男人，还差点害死她。现在你必须想办法把婚事还给你妹妹，否则我就把你5年前的事给抖出去。明明是你逼我嫁的，何来强子？那是不知道傅吸收的残疾是装的，否则怎么可能便宜了你？我就活该嫁给残疾人士。今天我把话撂这儿，傅吸收是我男人，不是商品。既然我嫁过来就没有还回去的道理，顾家我也不会还。你让顾新宇死了这条心。你这个不孝女，这个贱人，我怎么养出你这个畜生？如果我是傅家的女人，有时候我真怀疑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。你怎么可以这么理所当然的对我不公平？再说了，你也没有养我，我5岁就被你送到乡下去。混账！你说的什么话？你现在在哪？我去找你。我现在有事，过后再找你算账。查一下我妈的地址。想知道文素素是谁，只能去问她了。蓉姐，你真美。你这撩人的小白脸，叫我想死了。再让姐舒服舒服。哎，对了，蓉姐，你不是说要回去教训你女儿吗？什么女儿了？提起她我就来气，一天到晚就只会给我挑剔，竟然还敢欺负心雨。好了，蓉姐，好歹人家也是你女儿呀，以后肯定会孝顺你的啊。就她那个蠢样子，怎么可能是从我肚子里出来的呢？好了，蓉姐，别生气了啊，气坏身子，我是会心疼的。还是我的小心肝对我最好。一会儿我会派人送2份 DNA 样本过去，做一份亲子鉴定。佳琪。西周，醒醒，醒醒，醒醒！别怕，梦都是反的，你在意的人都会陪在你身边的。
去。傅西周，你是不是记性不太好？我说过，只要我是你名义上妻子一天，就不会放任你不管。你不要推开我，你也推不开。就算你没发病，也未必是我的对手。我可是练家子。我再最后说一次，滚！说10000次也滚不了。听话，先好好睡一觉。他到底做了什么梦，要这么折磨自己？对不起。他在跟谁说对不起？看上去好像很难过。对不起。没关系的，好好睡一觉。没事了，没事了。怎么回事？我怎么会抱着他？没关系的，好好睡一觉。没事了，没事了。傅爷，文素素的亲人找到了。傅爷，听你的果然没错。我们顺着许慧荣查下去，真的找到了线索。文素素的确是难产而死，可她跟顾新宇根本就没有任何交集。哦，她还有一个有血缘的妹妹在世。拿着这份样本去做鉴定，越快越好。是。傅西周对这件事是不是太过于上心了？他是给了石金水的样本。喂，周所长。顾小姐你好，您的鉴定结果出来了，抽空您来拿一下。好，我马上过去。难怪你从小到大都把我当做顾新宇的牺牲品，原来我根本就不是你的亲生女儿。别人的孩子就可以肆意欺负吗？许慧荣，你会付出代价。傅爷，你猜的没错，小少爷果然跟文素素的妹妹没有任何亲子关系。据顾家，许慧荣母女一定知道5年前那个女人到底是谁。这下有了这份鉴定报告，看看许慧荣还能编出什么故事。哎，少爷，你看，那不是夫人吗？她在这儿做什么？她怎么在这里？少爷，我们要不要过去接上她，一起去？你们怎么在这儿？上车。他这脸色是要赶着去杀人吗？去哪儿？去顾家找你母亲。她不是我妈，刚好我有事要找她，她不在不在。她在哪儿？为了报答她给我的养育之恩，我给她准备了一份大礼，现在应该正在签书的路上。要一起去看戏吗？乐意之极。我脸上有东西吗？他作为傅家尊贵的二少爷，有必要和谁做鉴定呢？你好，请出示预约号码。有台需要专人接待吗？路过，不用声张。这傅家的产业还真是遍地都是。
徐慧荣在里面。戏台子已经搭好了，唱戏的还没来，我们去其他房间等等吧。太太，这是902的房卡，酒店的信号只有傅爷的手机能够接收到信号。陆先生，可以麻烦你给顾成华和心雨发个消息吗？我给他们发的话，他们未必会看。自己发。你就不怕我查你手机啊？你是我太太，自然有查我手机的权利。傅爷这是在撒狗粮吗？哎，我是不是不应该在这儿？爸，我妈的电话怎么打不通啊？应该叫她一起来的。平时总在眼前晃悠，关键时刻不见人。我跟你说啊，这次傅二少替陆景琛给你发消息说要见你，说不定啊，这陆少对你有兴趣。你这回好好抓住机会表现啊！上次见面的时候，陆景深看起来冷冰冰的，原来都是装的，真是闷骚。不过他既然大费周章来见我，只要我好好把握机会，陆太太的位子还不是到手擒来？爸，这就是心仪啊！你怎么还不刷卡进去啊？哎，什么声音啊？怎么样，舒不舒服？舒服，比顾成华那老头子强多了。不行，不能当着心雨的面进去。顾先生，不亲自去确认一下吗？你个畜生，这都是你计划好的吧？对不起你的人是许慧荣，又不是我。我不过提前让你知道，你戴了一顶大绿帽。顾北辰，你个贱人！你又打我！你不敢刷，我来帮你刷。好了，你以为他是什么声音啊？老爷，只有你高兴是。好看，吃什么啊？还管什么声音啊？我们赶紧继续啊！哎，这段时间啊，你要忍忍，我们暂时不要见面了。最近顾家的事儿太多了，把重心留着对付顾北生，把原本属于心雨的位置抢回来。怎么办？我可忍不了一点。上来！你这个贱人！这一定不是真的，我一定是在做梦。你这个贱人，吃了穷金豹子胆啊！老子对你不薄，你为什么给我戴绿帽子？夫人，老公，别再打这么多外人，太丢人了！你知道丢人？你早干嘛去了？你这个贱货！都是这个男人勾引我的，我一时糊涂才这样子的呀！老公，我心里还是有我们这个家的，老公啊！对不起，我凭什么勾引你啊？你也不看有什么值得让我勾引的？老公，我对你的心也挺可见的，都怪我一时喝醉了酒，才犯下了错误。老公，你也相信我，都是他威胁我的。我如果再不跟他进去，他就把我最久的生命公之于手。我也是为了顾家的颜面考虑，实在没办法。许慧荣、顾成华，这份大礼你们还喜欢吗？你敢勾引我老婆，你算他妈什么东西？我今天我不打死你，我他妈不姓顾！许慧荣，你还有良心吗你？明明是你说你老公不行每天在健身房暗示我，现在说我勾引你，你这个贱人，你这个臭女人，谁不行？什么时候不行了？我什么时候不行了？你这个贱人！你别打了，再打妈就要被你活活打死了！精彩，实在是精彩。徐女士，在这个海景房是不是比在健身房的游泳池边精彩多了？原来这一切都是你安排的。就说邱浩南怎么转了性，
居然主动带我到这么贵的酒店，还说由他买单。原来都是你这个野种安排的。你这个贱人，这个算计，保住拆散了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我可是你妈呀！你不配当我妈。下次用脚踹，别脏了手。你个疯子！你竟然敢亲手打你的母亲！你不配成铁大脸皮啊！母亲，你也叫得出口？我没有你这样品行不端的母亲。告诉我的亲生父母到底是谁，否则明天你出轨的新闻就会登上各大头条。你这个贱人，顾家被你害惨了。顾北上，我好歹也是你的养母，你这样害，你不得好死！事情安排的记者可以让他们进来了。是。这个贱人，顾家被你害破产了。姐姐，这个视频要是发出去，不仅顾家的股票会受影响，我以后在学校还怎么见人？我毕业后还怎么找工作？这样顾家就全毁了。你别忘了，你也姓顾啊。我姓顾又怎么样？我不过是一个被你们顾家抱来又丢在精神病院的孩子，这更加证明了你们的罪行。记者很快就上了，记者上来需要时间，如果不想身败名裂，就告诉我的亲生父母到底是谁。如果不想身败名裂，就告诉我的亲生父母到底是谁。妈，你快说，这都是为了我。既然你真想知道，那我就实话告诉你，你只不过是我从医院里边捡回来的弃婴野种。你还以为你自己是哪家的千金吗？我根本没有想过千金什么的身份，你这是不打自招是吧？关于我身世，你们究竟知道什么？给我说清楚。真是被打了一巴掌晕了头，怎么就说出这样的话了？贱丫头听出来有端倪，怕是瞒不下去了。安排的记者还没上来吗？安排在隔壁了，让他们进来吗？哎，不用。我说，你就是我跟许慧荣在医院里把你抱回来的。据医院的清洁工说，你的父母是滨城里边有权有势的大家族，但是呢，因为你是私生女，他们都没人要，把你抛弃了，是我们顾家把你接回来的，我们对你是有恩的呀，你就积点德吧。千万不能让记者进来，这种大新闻爆出去，以后还有谁敢跟顾氏合作？我在你们顾家22年，替顾新宇做了多少事，积的德还不够吗？你们根本就不是在养我，而是养了个奴隶。你们是不是还想着日后大家族找到我，还能顺带捞一笔？这个小妮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聪明，一下子就猜中了。把地址给我。啊，这就是医院的地址，我把真相都告诉你们了，让记者回去吧。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金晨的妹妹就是在这家医院出生的，也是在这里失踪的。今天房间里发生的所有事我都用监控录下，等我去确认，如果是真的不生人，倘若有半点假，你们顾家就都等着死去。我去那个医院看看能不能找到那个清洁工。等一下。怎么了？手机给我。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，就打电话联系我这个朋友，他也曾经在这家医院找过亲人，步骤很熟悉。谢谢你。哎，副少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文素素根本就不是5年前收到扳指的，趁我还没有决定毁掉顾家之前，实话实说。皇上，扳指是素素交给心宇的，其他情况我们真的不知道啊！我是不是太好说话了？皇上，你放开，有话好好说。你别踩了，我说，我什么都说。扳指不是文素素给我的，是顾边生5年前拿回来的。是5
5年前顾北山带回来的。谢爷，妈，你还没看出来吗？夫人上听到这些一点也不奇怪，说明她早就知道了。谢爷都晚了，我们顾家变成这样，都是顾北山一手造成的。既然我们顾家好，顾北山这个贱人也休想好过。接着说。实话告诉你吧，5年前就是我骗顾北山去求婚，我还在他的饮料里面下了药，也是我安排的一个老头睡了他。我知道你只是怎么落到那个老头手里的，也是我可以确定的一点。顾北山早就被那个老头给糟蹋了，他就是个破鞋。第2份检测报告发过来了，太太的确是小少爷的亲生母亲。拿着这份样本去做鉴定，越快越好。是。听到了吧？把顾新宇5年前对我太太做的事情，全都让他也尝试一遍，让他知道什么才叫破烂事。是。傅西周，你没有听清楚吗？顾北山他就是个破鞋，你还喊他太太，你不嫌脏吗？忘了告诉你了，5年前跟顾小姐上床的人就是傅母。5年前跟顾小姐睡觉的就是傅爷。怎么可能？顾北山凭什么这么好的面？你们不是答应过我吗？只要我实话实说，就放过我们，让他们出去，他出去啊！我太太答应了，不代表我答应。不许拍！我会控告你们侵犯私人领域，侵犯公民隐私权。又忘了告诉你们了，这间房是少夫人开的，记者进来前经过她的同意。不好意思，顾小姐，我想我帮不到你。长青医院20年前所有的有关资料，任何人都无权查询。我只是想找到我的亲生父母，如果不方便给当年的婴儿出生证明的话，可以给我当年入职的清洁工名单吗？请顾小姐不要为难我，医院隶属陆家，这是陆家下的命令，我也得罪不起，想帮你也有心无力。原来他存的电话号码是陆景深的。院长，陆少又来医院了。这些年，陆少每年都来医院转转。那麻烦您告诉我，陆少每年来医院是干嘛的？陆家小姐20多年前就是在这家医院出生，当时在新生时被清洁工抱走，陆家找到清洁工对峙，清洁工一口咬定陆家女儿已经死了，但一直没有找到尸体，所以陆家一直不相信。特别是陆爷，每年这个时候他都会来医院转一转，希望能够再次见到他的妹妹。20多年前又是清洁工，难道说……顾小姐，您在想什么呢？可以带我去见陆少吗？院长亲自接待陆先生，应该是在办公室，只是不知道他有没有心情见你。谢谢。虽然可能性不大，但试一试，也只是做个鉴定的事，应该不会冒犯到他吧。我妹妹的事有着落吗？顾小姐，我理解你找亲人的心情，但是你这样做会打扰了陆少。抱歉，是我失礼了。我有很重要的事想跟陆先生说。陆先生，傅二少说我有问题可以来问你。院长，她是我朋友的妻子。傅太太，有什么事情直接说。抱歉，冒昧来找你。傅太太，西周和我是很要好的朋友，如果他嘱托你来找我的话，你有什么困难可以直接说，要是我能帮得上，一定可以帮。陆先生
是来医院缅怀已故的妹妹，是吗？抱歉，我是在外面听到护士说起陆家的事，想来问问陆先生，能不能透露一些当年的细节？这可能跟我的身世有关。傅太太，你已经是西周的妻子，照理说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等着，何必处心积虑来让陆家这个高士？我知道你第一次见我就不喜欢我，今天之后我不会再打扰你，我只是想试一试。现在科技这么发达，是或不是都逃不过 DNA 的检测，不是吗？我没有必要去撒一个会被证明的谎，我只是想给我的人生一个明白。傅太太，那如果我这样做的话，会不会对之前那些上门冒认是我妹妹的竞争者太不公平？陆先生，打扰。如果陆先生改变主意了，就审理他。为什么看到他离开，胸口会有痛感？陆少，你找我有急事？我只是想给我的人生一个明白。妹妹已经不在了，做这个选择很荒谬，给人生一个明白，这是无法拒绝的理由。我的体检报告，医院应该还有吧？拿着这缕头发去做亲缘鉴定，我希望可以尽快有个结果。这是刚刚那位顾小姐的吧？她今天找了我，就一直在问20多年前的事。我刚才去看了一下关于她的出生资料，医院并没有明确记载。可能是真的是被人从医院抱走的婴儿，按时间来算，也跟陆家小姐有重合之处。一切等结果出来再说吧。你们在医院碰到了？他直接来找的我。她不是一个较劲的女人，直接点是她的性格。你相信他吗？她是我的妻子，我有义务相信她。我知道了，晚点有结果再通知你。辛苦你了，张老师，特意跑一趟。小周最近情况怎么样？小周的情况一直没有好转，至今不会说话，就连您布置的作业他也一概不做。我和那些私人家教老师根本没办法。他都4岁半了，1到10的阿拉伯数字也不会写，连120跟110都分不清，就连最基本的生活常识跟安全意识都没有，根本就没办法离开大人。多亏了这个小哑巴，越是离不开我，我就越有机会接近傅西周。辛苦你了，从今天开始，你的工资涨3倍。谢谢傅爷，这都是我该做的，我一定会好好照看小周，不让他出任何意外。傅西周是真疼这个小傻子，看来我离傅太太的位置越来越近了。傅爷，不好了！顾北生出事了。不是夫人，是小少爷，他不见了。除了你之外，没有人照看小周吗？有的呀，管家跟其他佣人都在。小周他平时很听话的，从不乱跑，今天也不知道是受了什么刺激，也可能他是想出来找我吧。天快黑了，去找。是。阿姨，你能借给我10块钱吗？阿姨可以请你吃东西，
但是小姑娘，你怎么一个人在外面？妈妈会担心的。你家住哪？吃完东西，阿姨送你回去好不好？不用交，我就借10元。这里面一杯饮料都要15元了，你借10元怎么够呢？一个小布丁只要10元，他们这里还给小朋友提供免费的果汁。这么小的孩子就会算着过日子了，真厉害。如果我的宝宝没有死，也和他一样大了吧？那就让阿姨这个小债主带你吃小布丁吧。走。虽然爸爸说不能随便跟陌生人走，不过这个阿姨给我一种很亲切的感觉。老板，要2个甜甜圈，2杯橙汁，再来1个布丁。好的，马上送过来。阿姨，你能给我一张纸，再借我一支笔吗？好的，小朋友。来，给你，小朋友。谢谢阿姨。不客气。你这么小竟然就会写字了？但是你应该欠我5块，怎么写56呢？我看到你付了56元，这一顿就算我请你，谢谢你带我进来吃饭。还是第一次有人借我的钱请我吃饭，那你记得要还哦。人家小姑娘才4、5岁，你一个大人看着挺有钱的，怎么还坑一个小丫头请你吃饭呀？来，小朋友，你的橙汁儿。谢谢阿姨，阿姨是我自己要请她的，跟她没关系。唉，得啦，在老板这我算是死板了，快吃吧。好啦，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你家在哪儿，阿姨带你回去好不好？我可以自己回去，我经常来这边，知道回家的路。可是，难道所有的大人都一样？我相信我是个正常的孩子，可也像别人一样，觉得我是个神经质的小孩吗？阿姨没有不相信你，只是我要是找不到你怎么办？你可是欠了我56元租款呢。他为什么说你？难道他身边的人经常质疑他吗？我加你微信，给你发我家的地址，你放心吧，我欠钱从来都不还的。啊？说错了，我欠钱从来都还的。好吧，那你注意安全，到家记得告诉我哦。你也是，小兔子阿姨，不要一个人在外面乱晃，好危险的。还是女儿好啊，贴心的小棉袄，一个几岁大的小丫头，还有心思担心我一个20、30的阿姨。这小少爷故意避开天网，他走的都是天宫的死角。如果他不想回来，我们也找不到他呀。他是怎么知道哪里有天网的？居然可以完美避开？不可能知道这些，有可能是巧合。你还不赶紧看其他的？傅爷跟史先生现在在外面找他，要是找不到他，我们全都完了。小少爷，你回来了？你跑哪儿去了？哼，我都忘了，你爸说过，你2年前就不会说话。小少爷，快进来。你这手怎么这么凉？你先跟我去换衣服，给傅爷发信息，说小少爷回来了。先别发，等我问清楚，再亲自跟傅爷说。我不就是打了你2，你有必要跑出去吗？你知不知道你这种行为差点害死我？别告诉我，你就是为了出去找你爸告状。
你知不知道？就因为你是个小哑巴，还不听话，你爸才不要你，也不带你回家，你妈妈也不要，只有我不嫌弃你，在照顾你，教你知识。你要把我当成最尊敬的人，知道吗？傻子就是傻子，做错了事交税。把东西拿过来。从1写到10，写100遍，不写完今天不准上床睡觉。只要他写完作业，我就能证明教主有方。傅爷肯定会给我更多的钱，知道我对小周多重要。从而让我照顾小周一辈子也不是不可能。你这写的是什么呀？鬼画符吗？我以前怎么教你？我说你怎么这么听话，还以为是你进步了，没想到都是装的呀！智障就是智障，难怪换了这么多辅导老师。我严重怀疑啊，你妈就是个智障，才生出来你这么个傻子，连1都不会写，难怪你爸不要你跟你妈。我妈妈不是智障，她一定很聪明。哟，你还听得懂我说的话啊？你还哭？你哭什么呀？要哭也是你爸哭才对啊！哼，这么个天资骄子的人，生出来你这么个小智障，肯定是你妈太蠢了，才降低了他的基因。当我成了你的后妈呀，给你爸生一个聪明听话的小孩，他肯定看都不会看你一眼。你是谁呀？谁让你擅自进来的？你一个拿着人家爸爸钱的人，竟然这样对孩子，恶言相向就算了，还敢拿作业本打孩子！办公的事，我就说这个孩子有点奇怪，偷偷跟着他回来，我才原来家里有这样一个家教老师，难怪他出去宁愿扮一个女孩子，还好跟上来，不然不知道小时候会受多大的委屈。你哪来的一个女人？我怎么对我特殊的孩子关你什么事？就是你凭什么打我呀？小少爷回去之后，一个奇怪的女人也跟我，还拿着小少爷写的字条，说来要账，还说家里有人欺负小少爷，二话不说就去小少爷房间。这小少爷不是连阿拉伯数字都不会写吗？这条呢？谁给的资料？听说是顾女士，顾女士会不会是太太？刚才听保镖说，在找小少爷的时候已经见到太太，他俩会不会已经碰面了？刚才怎么不说？啊！就凭我是他妈妈？怎么可能？他根本就没有妈。哦，你可能是知道我是公子，你想借机上位。告诉你，休想！我才是照顾小周的人选，我才是他后妈。你，如果我把这件事告诉他爸爸，你觉得你会有什么样的下场？我只是在教他做作业而已，我又没做什么过分的事。你一个陌生人，空口白牙，谁会信你啊？就他一个小哑巴加智障，他会给你作证吗？对，刚刚是慌了神，我见过傅爷好几次，傅爷对我相当省事。只要我不说大小的事，谁也不知道，就是莫名其妙的在发疯。你真的是我的妈妈吗？我没听错吧？小哑巴居然会说话。那如果他跟傅爷说我对他的所作所为，傅爷会放过我吗？完了，完了！我为什么会那么激动，撒下这种一下就会被拆穿的谎言？明明只是见了一面，为什么心痛的感觉却那么强烈？现在我又要怎么跟他说我不是？傅爷，小周他慢跑出去回来了，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在外面
碰到什么有心之人，给他灌输了乱七八糟的思想。他不仅不做作业，还让外面的女人当妈妈。傅言，您来的正好，可以警告他，让他远离小周，别带坏了。爸爸，我找到妈妈了。你叫她什么？爸爸。批假的时候怎么没说？我直接起当妈了。您看，就是他冒充小周的妈妈，不知道他做了什么，小周只听他一个人。石青，愣着干嘛？要做什么还需要我教吗？是。傅爷果然会相信我，毕竟我照顾了小周那么久。傅爷可是十分厌恶有目的接近他的女人，这次肯定不会轻饶了他。等石青的巴掌打在他的脸上，便强算帮我打回去了。我自己跑出去的，让石叔叔惩罚我吧，跟他没关系。石青，你发什么疯？让你打的是他，打的就是你，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，居然敢对小少爷动手。今天要不是太太发现了，谁能想到你私底下是怎么对付小少爷？你怎么敢呢？太太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傅爷，我错了，你饶了我吧。石青，豁出去，你虐待儿童罪，送到监狱。是。傅爷，傅爷，你饶了我吧。过来搜小周。你也坐吧。疼吗？爸爸在关心我。对不起，小周，是爸爸不好，不应该让坏人教你，我应该亲自教你。你的字写得很好看。你怎么不带小周回父家？我想找到小周的亲生母亲，一起来接她回家。难道这不是我的妈妈吗？找到小周的妈妈，那时我是不是不应该再站着傅太太的身份？可为什么想到这儿，心里会有些难过？傅爷，已经把张妮送到警察局了，小少爷没事了。我刚刚帮小周检查过身体，没有受伤。你找到他的亲生母亲了？坏了。傅爷，今天爸爸不会送，我会亲自带他来接小周回家。小周，告诉爸爸，你想让她当你的妈妈吗？这就是妈妈。没错，从今天开始，她就是你的妈妈。我们一家人回傅家，你也要去见见你的祖奶奶。好，那今晚妈妈可以和我一起睡吗？可以呀。我先回傅家，把这件事情告诉奶奶。明天一早，我来接你们。傅爷，为什么不跟少夫人说实话？我们好不容易找到她，正好当着小少爷的面，他们本来就是亲生母子。不管她是不是小周的亲生母亲，她是我的妻子，自然就是孩子的妈妈。5年前的事情不用告诉她，以后有的是时间，慢慢告诉小周和顾北生的事情。但是在这之前，我要确定另外的事情。难道就算少夫人不是5年前的人，你也想她当少夫人？傅爷是喜欢上少夫人了？
我刚才是不是说你话有点多啊？可是告诉少夫人不好吗？之前看到少夫人找扳指，她肯定也想找到5年前的人。要是知道小少爷就是她生下的孩子，她会更开心的。那怎么确定他喜欢的是5年前的我，还是现在的我？万一他恨我呢？找到我只是为了杀了我吧？不管是5年前还是5年后，不都是你吗？这么晚打电话过来有什么事吗？顾北辰在哪儿？我跟他在外面，明天回傅家。如果你有什么事情的话，可以来找我。是你要带他来陆家？你确定吗？我亲自做鉴定。小周，哎呦，我的乖曾孙儿，你那狠心的爸爸呀，把你藏了这么久，来，快叫奶奶按一下。傅西周把小周藏得真深，连老夫人也是刚刚知道。小周这么乖的孩子，更应该生活在大家的疼爱之下。生生啊，那算命的呀，没说错，你生生就是我们傅家的福星。自从你进了门，我孙媳妇儿也有了，我曾孙子也有了，我们4世同堂喽。你曾孙本来就有，只是傅西周藏得太深，不是我给傅家带来的。小周就是你给父亲带来的。你听不见我的心声。虽然是因为我的出现，小周以为我是他妈妈，才愿意回傅家，但不代表是我带他来的世上的。奶奶，小周你先来带一下，他不爱讲话，不用逼他，等感情到了，他自然就会说话。秦奶奶，哎呦，我的乖孙子，谁说他不会说话了？嘿，别以为是你的儿子呀，就跟你一个德行。我这乖曾孙子，可比你可爱多喽。你跟我去一个地方，有人在等你。金晨，人给你带来了。你做了鉴定？是，你说的对，人生应该给自己活一次明白。这一次，哥哥给你道歉，我差点又把你拒之门外一次。原来我们真的是一家人，难怪第一次见你就有陌生又熟悉的。是哥哥对不起你，我找了你20多年没找到你，我以为你，是我一时糊涂了。是我太唐突了，换做是谁都会觉得是在冒认你。但最重要的是，我们找到了亲人。谢谢你，哥哥之前那么对你，你还能原谅我？对不起。这足以证明我在你心里的分量，我们不会认错的。西周，谢谢你。那我们的婚约是不是要提上行程了？什么婚约？神神啊，爷爷小的时候给你和西周定过娃娃亲。虽然我们第一次见面本不应该左右你的婚事，但是呢，你和西周已经成婚了，所以就顺理成章的完成爷爷的心愿了。西周，你也应该早日上门提亲，正式完成婚约。我和你婚约？剩下的时间就交给你们了，好好聊聊。
哥，陆小姐，请问愿意跟我签订一份协议吗？什么协议？共度一生不分离的协议。5点半前民政局门口签约，即刻生效。你是为了陆府两家的契约，所以才跟我求婚的吗？不管你是谁，你都是傅夫人。可是我嫁进傅家另有隐情，我过去的经历你也未必能接受。我只想治好你的病，或是你想清楚，你是真的想娶我？你可以直接问我喜不喜欢。那你喜欢我吗？喜欢。现在愿意。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或许是你舅奶奶的时候，或许是你一次一次守护我的时候，又或许是那很久很久之前的中秋夜，对你发誓说要娶你，对你负责的时候。傅西周，小周今年5岁了，你这么聪明，应该不难猜到孩子的母亲是谁了。怎么会？其实我找了你很多年了，我现在只想跟你说2句话。什么话？我爱你。还有一句呢。对不起。是我不好，我现在非常忙，可以给我一次弥补的机会吗？那天晚上你做噩梦，一直在说对不起，是梦到我了吗？我们一家3口在这分开。如果你不愿意的话，我可以等到你愿意接受。这5年里，我也一直在找你。我想问问你，为什么辜负？但现在似乎不用了。我相信你。